全美最大的私人健康保险公司 CEO 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杀死在纽约的繁华街头，枪手从容逃脱，在现场留下刻有神秘信息的3个弹壳。如此恶劣的凶案，却为何引发美国民众大面积的幸灾乐祸，甚至是拍手称快呢？明明是前途无量的藤校高富帅，到底为什么变成了冷血杀手？下面就让我们走进2024年年末最大的一案——联合健康 CEO 遇刺案。2024年12月4日早上6点44分左右，一名身穿蓝色西装的中年男子来到纽约第6大道和54街交汇的希尔顿酒店门口。当他正要往里走时从路边停着的车子后面突然闪出一个身穿灰色帽衫的高个子男人。这人手持一把消音手枪，没有半点犹豫，对着西装男背后就是一枪。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旁边的路人都吓了个半死，两脚一软，手里的咖啡都掉了，连滚带爬的逃离。不过枪手却丝毫没有分神，一发子弹射出之后，手枪似乎卡了壳，但他非常冷静，一边拉动枪栓处理，一边继续向受伤的目标走去，近距离补枪后大踏步离开。酒店大堂的员工赶紧打电话报警，中枪的男子被证实是50岁的 Brian Thompson， 全美最大的私人医疗保险公司联合健康的 CEO。案发当天公司正在希尔顿酒店举行年会，这凶手明显是有备而来，专门守在门口蹲点。救护车赶到现场的时候呢，Thompson 身受重伤，呼吸和心跳都非常微弱。半小时后，纽约的西奈山医院宣布了他重伤不治的噩耗。案发地点位于纽约市中心，摄像头相对密集，不仅酒店门口的监控拍下了枪手行凶的全过程，警方还通过其他线索拼凑出了凶手作案前后的行动轨迹。原来在刺杀发生的10天前，这枪手就搭乘灰狗巴士来到了纽约的港务局车站。之所以选择这样大众且廉价的交通工具呢，明显是经过考虑的，因为灰狗巴士的购票无需任何身份证明，车内也没有摄像头。警方只能通过到站时间推断，他大概率坐的是从大西洋城始发的一辆车。不过到纽约会途经6、7站的，他有可能是在其中的任何一站上的车。出了车站之后他叫了一辆计程车，直奔希尔顿酒店，在那附近转悠了半个多小时，把周围的店家商铺踩了点之后，又打了另一辆计程车，前往位于阿姆斯特丹大街891号的一家青年旅店，用一张新泽西的驾照办理了入住。而驾照上的名字和地址呢，自然都是假的。枪手在此连续住了5天，期间还有2个背包客跟他共用过房间，但是对他印象不深，只知道他偶尔出门溜达，剩下的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屋里，总是用口罩或者围巾遮住自己的半张脸。2位室友呢也不以为意，毕竟在这儿住的年轻人不乏一些囊中羞涩又特立独行的怪咖。案发5天前，旅店的记录显示这枪手用自助模式 check out，仅隔了1天又重新回来登记入住，一住就是4天，直到案发当天上午5点30分，他收拾好背包走出旅店大门，这一次一去不返。10分钟后摄像头拍到他出现在希尔顿酒店大门口，走了几个来回之后呢，可能是发现时间尚早，天气又冷，于是他走进旁边的一家星巴克，买了一瓶水和一块能量棒做早餐，然后呢继续蹲守了40多分钟，直到目标人物 Thompson 出现在酒店门口，随后便是3声枪响。在完成刺杀后凶手骑着一辆共享电动车径直向不远处的中央公园驶去。公园里头监控不多，再加上晨练骑车的人也不少，他很快就像一条入水的鱼儿般消失不见。他似乎还在中央公园内进行了一次快速换装，因为在6点58分，当他出现在85街和哥伦比亚大街的街口时，那个显眼的银色背包已经不见了。25分钟后，他出现在了乔治华盛顿大桥附近的一处灰狗巴士站。这处车站非常繁忙，每天都有几十辆客车发往美国各处，最远可抵达华盛顿。也就是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地方，凶手彻底消失在了监控和警方的视线当中。不得不说从案发前的周密计划、反复踩点，到刺杀时的冷静凶狠、2枪毙命，再到逃脱时的路线清晰、从容不迫，凶手的行为处处都透着专业和细致，还用到了消音器这种在犯罪圈里都不常见的装备，明显是一场经过充分准备的刺杀行动。于是很多人就认为这就是职业杀手拿钱办事儿，精准打击
在买凶杀人的嫌疑人中呢 ，Thompson 的老婆 Paulette 首当其冲。原因是尽管两人结婚20多年了，育有2个孩子，但是案发时正在闹离婚，夫妻2人已经分居了好几个月了。Thompson 是亿万富豪年薪1000万，现在还没正式离婚，突然死了，谁的获益最大呢？简直是一目了然而且呢，老婆在 Thompson 死后几乎是光速发了一个声明，称赞亡夫有爱心，为人慷慨，才华横溢，对他的死无比痛心，老公将被深深怀念，末了还感谢所有人给予美好祝福。但是呢，全篇完全没顾得上去谴责凶手，实在让人感觉到有点奇怪。不过也有人指出，你从哪儿看出来这凶手是职业杀手接单了？他花了整整10天的功夫在纽约转来转去，效率低不说，还容易引起怀疑。而且在案发当天，他居然提前1个小时就到了目的地，还去星巴克吃了个早餐。这样放在别的工作上，你可以说是小心谨慎，防止迟到。但是放到暗杀行动上，多少显得有点前摇太长，过于拖沓了。另外在手枪上装消音器这个做法，看上去高大上，实际上却是画蛇添足。您这又不是躲在暗处远距离射击也不是在某个封闭空间作案，害怕惊动隔壁，而是抬着胳膊举着枪，光天化日在大街上杀人那一边端着咖啡的路人甲都能看到发生了啥，为什么还非得装个消音器呢？有枪械爱好者就出来分析了，说并不是所有的手枪都适合装消音器，如果型号不对，很容易因为后坐力过大，造成连发的时候准星偏离，也可能引起枪筒过热而卡壳。而事实上凶手把这2样都经历了，不仅是在1枪之后就卡了壳，还在目标近在咫尺的情况下，3枪只有2枪命中。说白了就是他的装备和手法并不专业，一看就是个菜鸟最重要的是呢，他其实并没有把自己隐藏的那么好，不仅是干活前买早餐留下了水瓶、包装纸等一系列的指纹和 DNA 证物，至少有2次他的脸被监控摄像头拍了个正着。具体是哪2次呢？一次是在入住那个青年旅店的时候，那前台小姐姐夸他眉眼好看，非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帅。他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摘下了口罩，露出了一抹灿烂的笑容。另一次则是在案发半小时前，他在星巴克结账的时候，那收银员听不清他说话，于是他暂时就把口罩给拉下来了几秒钟。除了这2张露脸照，他在之后打车去长途车站的时候，也被车载摄像头拍到了一张照片。虽说戴了口罩，只能看见上半张脸，但是通过警方的面容比对，还是能够确认这是同一个人。于是他们将这2张半的照片制作成了通缉令，在全美各大电视台、网站、社媒上进行传播。没想到这画风直接跑偏了，网友们看过后一个个惊呼：哇塞，这个杀手小哥也太帅了吧！甚至还有人直接 cue 到断背山的男主吉伦哈尔，说到底是不是你？最后连 NYPD 都不得不出面发推降温，说咱可不能让5官挡住了3官这可是当街杀人的凶手千万别被看脸的社会风气给带偏了。谁成想之后发生的事儿的确说明了这事儿真的跟5官关系不大，却跟3官关系很大。案发2天后，纽约警局在新闻发布会上第一次公布了调查进展，并向外界展示了一些现场照片，其中就包括了凶手留下的3个弹壳。有高人指出，这3个弹壳看上去平平无奇，但里面却暗藏玄机。你看，首先凶手使用的是现在已经不太常见的全金属子弹。这种子弹的特点呢是穿透力强，但是由于击中目标后没有爆裂的效果，所以杀伤力并不算太高。而且因为跟枪管摩擦会产生大量热量，所以精准性也会大打折扣。可凶手明显就是奔着 Thompson 的命去的，为什么要选择强度和准头都不佳的子弹呢？于是就有猜测说，可能是他使用的武器对子弹有限制，他没得挑。一位美国的枪械收藏家在逐帧研究了监控录像后猜测，凶手可能使用的是一款叫做 B&T VP9 的手枪。这款枪呢，在2战时期由英国情报9局研发，自带消音器且不可连发。当时呢，主要是提供给特工进行一些秘密的刺杀行动，战后被一些兽医和农场主用来安乐死一些受伤和生病的动物，避免响动过大刺激到别的牲畜嘛。不过很快就被淘汰停产了。难道说真的有人会用一个博物馆级别的古董手枪来杀人吗？
更为诡异的是，现场发现的3个弹壳上分别刻着 delay、deny、depose， 意思是延迟、蔑视、作废。这3个词啊，让人联想到2014年出版的一本同名书，而书名里的这个拖、否、辩，正是保险公司对客户拒赔的3大策略。书的内容呢，也旨在揭发卖保险时是孙子，索赔的时候是爷爷的各种猫腻。这下好了，深受保险公司拒赔之苦的美国民众瞬间就找到了共鸣。这哪是雇凶杀害 CEO 啊，根本就是除暴安良，为民除害呀！其中的一条高赞评论简直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说 A killer killed a killer， 一个杀手杀了一个杀手。OK， 话说到这儿啊，咱们也该说说这个 CEO Thompson 和他的公司到底干了些啥，让他从一个本该被同情的受害者变成了死得好、死得妙、死不足惜、呱呱叫的呢？这个呀，还要从他背后的联合健康保险公司说起。United Healthcare Group 成立于1977年，截至2024年年底，公司总市值超5000亿美元，不仅给全美9000万人提供健康保险服务，还为包括巴西啊、秘鲁啊、哥伦比亚等130多个国家提供医疗保险。不管是营业额还是市场份额，都是全美乃至全球的同行业第一。而且他们还不只是卖健康保险这么简单，旗下的5个大型子公司更是涵盖了从健康管理、药品福利管理、健康信息技术服务以及退休福利等大项目。面向的人群呢，也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公司官网显示，2023年，联合健康集团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球最受推崇的医疗保健领域公司，在创新、人员管理、长期投资价值、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全球竞争力等各项指标上，远远甩开第2名好几个百分点呢。可是啊，就是这么一家财富和名望都爆棚的公司，在他们的客户口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2级评价。除了一小部分评价说公司服务周到、保险涵盖范围广之外呢，更多的人则是在网上发泄他们的一腔怒火，主要就集中在公司超高的拒赔率上。说白了呀，就是劝你投保时千好万好，等到索赔时千难万难啊。尽管这个联合健康保险啊，他自己从来没有公开过具体的拒赔数据，但是通过网上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啊，他们在这个急性病后护理、长期护理、心理健康这几项的拒赔很可能已经超过30%了。拒保的理由呢，可能是隐瞒了几十年前割阑尾、切扁桃体这样的小手术，也可能是胆固醇、血糖指数超标了1-2个点，或者干脆就是保险公司认定你生的病根本就不值一提。公司每年收到的海量投诉中啊，还包括和医院勾结、单方面定义不必要的医疗服务，甚至还有心脏病突发手术的病人必须额外缴费，开颅手术的病人当天就被送回家等奇葩操作。在那些高达1/3的拒赔患者中，很多人都要面临医院收费和保险公司拒赔之间互相踢皮球，最后导致超出了理赔的最后期限，要么独自承担巨额账单，要么只能放弃治疗。这公司呢，还率先使用了一种叫做预先评估的系统，也就是说，如果公司认定你的病不用治疗，或者说某项手术成功率太低，那么即使是医生同意了，也会被叫停。哈佛大学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啊，全美每年大约有45000人死于缺少医疗保险引起的病情延误，是谋杀案死亡人数的2倍还要多啊。时至今日呢，因为无法支付医疗费而造成的破产，依然以66%的数字高居所有破产案的榜首。而那些经历了破产、人又没了的双重悲剧的家庭，更是不胜枚举。可能很多人看到这就会说了，那既然这保险公司他收了钱又不办事儿，那为什么还要买它呢？这里面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是世界上医疗费最贵的国家之一，普通门诊几百上千啊，急症收费几千上万都是常事儿。如果需要动手术，那么就更是一夜返贫。所以啊，哪怕是保险公司的拒赔率高达30%，那么为了那剩下的70%，还是要搏一搏的。而对于很多留学生来说，拥有健康保险呢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不仅是每年注册的时候都会被要求必须买保险，在办理签证的时候呢，也需要提交保险的购买证明。而且啊，对保险涵盖的范围和种类都有着严格的要求，甚至还有直接对口的保险公司，简直到了牛不喝水强摁头的地步。当然了，
有很多公司也会为员工提供医疗保险作为福利的一部分，在招聘的时候呢，吸引人才。不过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失去工作的同时就失去了保险，而他们之后重返职场，当上了自由职业者，或者是自己做点小生意，那么这医疗保险就必须自掏腰包了。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旗下覆盖最广也是销量最好的 Premiums 保险，单人每年保费$8900，家庭保险$25500，而美国家庭的平均年收入是在$8万左右。这么算下来，保险支出实在是不低呀。值得一提的是呢，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的服务人群是典型的纺锤型的构成。金字塔顶的亿万富豪阶层，哪怕没有保险，也能花钱买到最顶级的医疗资源，而那些非法移民、低收入家庭，则可以申请医疗补助的白卡来得到免费医疗。所以使用联合健康这种私人保险公司产品的，主要就是数目庞大的中产阶级。由于本身基数大，所以对保险价格和理赔不满意的客户，也相较其他公司要多很多，相关诉讼案件一直高居行业之首。按理来说知道问题的源头在哪儿，这公司领导层就应该想法子解决呀，把资金统筹管理、合理分配，把这个拒赔率给降下来。结果在 Thompson 这位 CEO 上任后，却反其道而行之，拒赔率是大幅度上升，讲究的就是一个只要钱在我兜里那就是我的。他还率先采取了这个 AI 代替人工审核的方式来处理理赔。他们所使用的 AI 到底有多智能咱们不知道，但是效率上绝对能够做到秒拒。而且呢，一旦被拒绝理赔，消费者要讨回公道的困难程度极其令人发指。Twitter 上有不少网友分享说，很多时候呢，单是打电话接人工就要花好几个小时，之后的审核则更加漫长，少则几周，多则数月，超过1年的例子也能看到。如果审核之后再次被拒，那么你要面对的就是联合健康公司庞大且身经百战的律师团。这一番反反复复下来，就算最后幸运拿到了赔付，也是身心俱疲，不死也被扒层皮。数据显示仅有0.1%的人能在拒赔后上诉成功，可见这 deny、delay、depose 这3D 策略是多么的有效。可哪怕是这样作为 CEO 的 Thompson 还是觉得这毛巾干了还可以再挤一挤。根据公司内部流传出来的一份文件，他在遇刺当天的公司年会上将会宣布2025年的新政策，要求在优先保利润的同时，尽可能砍掉理赔项目，其中包括会对手术的麻醉时间进行限制，如果超过上限，客户就必须自己支付多出来的麻醉费用。也不知道他这个灵感是不是来自于手术刀一刀一个小红包，如果不给小红包，不打麻药就开刀。尽管客户们是怨声载道，但是在公司股东们眼里， Thompson 可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在他的带领下，公司的利润从2021年的$120亿增长到2023年的$160亿，他自个儿的年薪也跟着上涨到了$1020万。可是哪怕已经是如此高薪的打工皇帝了，他依然有自己的小九九。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健康集团因为垄断市场、从事不公平竞争而面临美国司法部的调查。Thompson 在得知消息之后，偷偷抛售了自己手里的公司股份，套现$1500万，直到调查快结束，即将进入法庭审理程序，才对外公布消息，导致公司股价大跌，大量持股人直接被套牢。坑了客户，坑股民， Thompson 这些年来可谓是树敌众多。据他老婆说，他在过去的几年里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威胁邮件，可即使这样他还是拒绝请保镖，简直是把钱都省到了刀刃上。然后就上演了喋血纽约街头的那一幕。为富不仁，唯利是图，斤斤计较，草菅人命，冷血无情， Thompson 简直是把遭人恨这个技能点给点满了。也难怪当警方公布出嫌疑人的照片，号召民众睁大眼睛，看见了就要主动举报的时候却引发了一大波网络玩梗的热潮。在 Thompson 遇刺2小时后联合健康的脸书主页通报了 CEO 不幸去世的消息，结果下边的留言很快就挤满了死得好，活该，怎么现在才死公关部不得不赶紧一顿删除，手指头都快干冒烟了，还是删不过来，最后只得干脆关闭了评论。但是网友们很快发现，评论是不行了，但是可以发表情包和点赞于是很快就有大批的人在公告下面发哈哈哈大笑的表情，一度冲破了2万大关。
不得已，公司只得干脆把脸书的相关动态给删除了。而同样的情形啊，也出现在了 Twitter、Instagram、TikTok 等大型社媒上。在铺天盖地的幸灾乐祸、讽刺挖苦的留言中啊，偶尔也有人出来劝一劝，说网友们口下留情吧，做人要善良，你为人家死者的家属想想啊，再怎么说也是谋杀案的受害人，别一把把在人家伤口上撒盐了。结果直接被人给怼回去了，说到底是家人被谋杀的几率大，还是被医疗保险拒赔的几率大呢？我同情他，他同情过我吗？网友们啊，就连死者为大、家属第一的同理心都没了，可见这事儿引起的民怨之大呀。至于警方号召民众在看到凶手后主动要举报这个事儿，下面的回帖就更精彩了。有人说啊，不好意思，我眼瞎了啊，看不见。怎么瞎的呢？保险公司拒赔给拖的呀。还有人就模仿起了保险公司的语音留言，说对不起，我们的人工客服很忙，无法接听，请您提供自己凶手的保险卡号、有效日期。如果不能提供以上信息，您的请求很可能会被拒绝。谢谢合作 ，Have a nice day。眼看着网上的舆论各种跑偏啊，急于抓人的警方也使出了威逼利诱，一方面强调说，看到通缉犯知情不报是违法行为，帮助其逃脱更有可能作为同案犯一起吃上牢饭。与此同时啊，将这悬赏金提高到了6万美元，并且鼓励各路赏金猎人积极参与缉凶。根据警方的说法啊，在之后3天时间里，他们收到了上万条线索，但是除了找到的那个嫌疑人丢弃在中央公园的背包之外呢，一无所获。而那个背包里头啊，居然满满当当的塞满了大富翁里面用的游戏纸币。不知道这凶手到底是个桌游发烧友呢，还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嘲讽和戏弄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资本大鳄们。还有一众闲得蛋疼的网友分析解读了凶手作案时候的穿搭，说他很有可能是个隐形富豪啊，400美元的夹克，300美元的背包，脚上还踩着个上千美元的爱马仕啊，全身上下都透露着低调的奢华。不过之后爱马仕总监专门辟谣说，尽管这鞋子的颜色型号都跟旗下一款运动鞋非常相似，但如果仔细放大，这鞋跟部位并没有标志性的 H 字样，所以呢并不是我们家的产品，更不是网上传言的他穿的有可能是老婆买包包的时候的配货。眼看这个案子从当街杀人到资本博弈再到时尚穿搭，这画风一路跑偏，直到12月9日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警方宣布，一名有着重大作案嫌疑的26岁男子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处名叫 Altoona 的小镇被捕。根据报道，一位在当地麦当劳打工的老年员工发现了一位在店内用餐的客人，眉眼五官长得都非常像通缉犯。在跟另一位同事商量核实之后，决定打电话报警。警察在几分钟内就赶到了店里，对那名年轻男子进行了盘问。结果发现他给出的那驾照跟刺杀嫌疑人在纽约青年旅店时候用的一模一样。随后又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一盒子弹，以及一把用 3D 打印出来的手枪以及消声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里还找到了一篇类似于宣战书的文章，里面写道：这件事需要有针对性的、精准的、不伤及无辜的来做，如果没有人，那么就让我来做。于是警方第一时间以使用伪造证件以及无证持枪为理由将他逮捕，并且通报给了 NYPD。 经过比对，他的指纹和 DNA 跟留在现场水瓶和包装纸上的样本相符，再加上相貌和监控拍到的凶手高度重合，警方因此认定他就是杀害汤普森的凶手。凶手落网伏法本来应该是件好事，但是由于此案的特殊性反而在网上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和讨论热度，而麦当劳更是无辜躺枪。根据 CBS 新闻网的一篇报道，在凶手被捕的消息传出后，那个小城里头唯一的那家麦当劳很快就收到了海量的谷歌1星差评。留言的人呢，用老鼠来代指那位向警方举报的员工，话里话外还暗有所指。比如有一条这么说的：看到厨房里有老鼠，让我感觉到恶心想吐，但是医生却不给我看病，说这点小事保险不给报。还有人把拉肚子就是 diarrhea 这个词呢，作为凶手留下3D 信息中的第4D，在评论区拼命刷屏，以至于1天后谷歌不得不以出现大量不实评论为理由，关闭了这间麦当劳的打分评论区。还有人分析说这个举报人呢，很可能是拿不到那6万美元的赏金的，因为他打的是911报警电话，而不是犯罪热线举报电话。也不知道这个赏金的设置和发放是不是参考了保险公司的拒赔手法呢？
当然了，下面少不了一大群人继续刷那哈哈哈大笑的表情包。不过骂归骂，人们更好奇的是，这个凶手他到底是什么来路呢？根据 BBC 的一篇报道，这位与超级马里奥兄弟同名的 Luigi Mangione 是一位意大利裔的美国人，出生于马里兰州 Baltimore 附近的一个富豪之家。他的祖父母在上世纪70年代就成功的进军了房地产行业，并且一口气买下了当地最豪华的2家乡村俱乐部。之后呢，更是把产业发展到了养老院、电台以及出版业，属于从第一桶金发到另一桶金，早早的就达到了财务自由。而作为家中的第3代长子呢，Luigi简直可以说是出生就赢在起跑线上。从小父母对儿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中学的时候进入了一所非常著名的寄宿制私立男校，每年当时学费就高达近4万美元。而他的成绩也非常优秀，中学毕业典礼的时候曾经作为学生代表进行发言，后来进入了常春藤名校宾州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根据他的一位大学校友回忆他修的呢是4年本硕课程，还曾经给著名的算法课程 CS121 做过助教。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学霸级的人物就连参加的学校兄弟会也是个偏学术类型的，而不是光想着 party 泡妞的那种。不过另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则描述他大学生活的另外一面。他在社交媒体上抱怨自己所经历的学习压力以及睡眠障碍，这些症状呢，其实在他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在竞争压力更大的大学，他情况恶化了。在一篇 Reddit 的发帖中，他说发现自己的成绩突然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连 YouTube 上一个10几分钟的视频都无法顺利看完。相比之下，能看完我们动辄30-40分钟视频的你们，要给自己点个赞。他还说了，当他试着跟室友下棋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脑子里一片混乱，想不出任何策略，这样一直都是完美主义的他感觉非常困扰。他说，这么一个让生活停滞不前的问题无法解决，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大4的时候，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他通过线上课程完成了学业。之后呢，在一个名叫 TrueCar 的加州科技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设计应用程序，为汽车的买家和卖家牵线搭桥。因为可以远程工作嘛，所以他干脆就搬到了气候宜人的夏威夷，住进了一栋40层的共享生活公寓。那这种公寓有点类似于人民公社的高级加强版除了住宿的房间是自个儿的，外面什么吃饭起居都是和其他年轻人共享。他住的这种呢属于顶配，每月租金在4000到6000不等，能在这样的地方住上近1年，可见他的经济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从他社交媒体上的照片也能看出来，他热爱运动，喜欢冲浪，腹肌练得能当搓衣板用，身边的朋友更是帅哥美女不断，非常养眼。那年轻有为，英俊多金，如此前途无量，怎么就会突然化身佐罗，去刺杀一个从未谋面的亿万富翁 CEO 呢？网上有传言说卢易吉呢是因为祖父母因为保险公司拒赔，无法得到医疗而去世，因此要杀了汤普森为他们报仇。不过实际上他的祖父在2008年去世的时候呢，卢易吉当时还不到10岁，那么小的孩子，你说让他卧薪尝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给爷爷奶奶报仇，这个戏剧性堪比蝙蝠侠了吧？平心而论这里面网友们的脑洞演绎成分还是相当大的。因为以他家的财力和人脉，大概率不会发生老人无法得到医治而去世的事儿。根据一家 Baltimore 的媒体报道呢，路易吉的家族每年都会向当地医院捐款上百万美元，其中有一家医院的急诊室还是以他家的姓氏来命名的。说句不恰当的话，那就是像他家这样的，如果都得不到医疗资源，那么美国可能就没几个活人了。也有人猜测呢，是因为他曾经在家里头开的养老院工作过，看到很多老人被保险公司坑害，因此动了除暴安良的念头。只能说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说更大的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曾经切身领教过慢性病痛的折磨。一位曾经跟他住在同一间共享公寓，后来成为好友的人向《纽约时报》爆料，路易吉在一次冲浪中扭伤了背部，之后情况不断恶化，最后发展成了严重的腰间盘突出。他跟朋友诉苦，说自己的下椎骨错位了几乎有半英寸，压迫到了下肢神经，甭说运动了，就连走路开车都非常痛苦。为此他在夏威夷当地求医问药了好几个月，尝试了包括针灸、推拿在内的很多理疗方式，也曾经通过瑜伽和冥想来减轻疼痛，但是都收效甚微。
持续不断的疼痛让他夜不能眠，也无法集中注意力在电脑前进行工作，于是干脆辞去了工作，每天待在书房里看书。除了一些哲学类的书籍，更多的则是和背痛、理疗相关的书，简直要到了久病成医的地步。2003年夏天，他因为踩到一张纸而摔倒，这次受伤几乎让他整个下半身瘫痪，不得不紧急回到美国东海岸进行手术。医生在他的脊椎骨上打入了3颗钛合金钢钉。路易吉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出了术后的 X 光片，看着非常触目惊心。不过手术的效果很不错，几天后他就能正常的走路和坐着了。为此他还在脸书上分享了自己的康复记录，鼓励那些同样有背部问题的人不要讳疾忌医，不要害怕手术。他写道，比起你去描述无法忍受的疼痛以及它如何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你更应该去告诉你的医生。治疗行业的从业者对这些问题反应要积极得多。可惜的是他在短暂的享受了一段腰不酸背不痛的日子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腰疼不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的生活。一位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在研究了他的 X 光片后，对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表示，路易吉所经历的那次手术其实并不是解决他腰椎间盘突出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因为钢钉只能起到一个暂时固定的作用，并没有恢复他的腰椎高度。随着他的日常活动，椎体会继续下沉，压迫神经，以造成进一步错位，之前消失的疼痛会再次回来，甚至会进一步加剧。而在问起为什么会采取这么一种饮鸩止渴的治疗方式时呢，这位医生无奈地表示，有可能是保险公司左右医院的结果。因为这样的手术相对简单术后恢复时间也短，至于病人是不是能够痊愈，那就是以后的事了。这儿必须得说一句，不管是路易吉的家人还是联合健康公司，其实都否认了他是他们的投保用户。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是把这次手术失败的怨气发泄到了整个美国的私人医保系统上，而其中规模最大的联合健康集团呢，就首当其冲了。2024年年初，路易吉开始了一段长达7个月的亚洲之旅，包括日本和泰国。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显示，不管是求神拜佛还是泡温泉，都没能缓解他的腰椎问题。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的措辞变得越来越偏激，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他难以抑制的愤怒和烦躁。他把那个著名的哈佛炸弹客卡钦斯基看作自己的偶像，说他其实是想要阻止科技过度发展而毁灭人类。医学界有一种说法长时间的慢性疼痛不仅能够摧毁人的理智，还能让人迅速老化。这一点在路易吉身上也得到了体现。从他几年前发在网上的照片和他被捕时候的样子相比肉眼可见的憔悴和苍老了，如同小鲜肉变成了一个干巴的老腊肉。究竟是病痛的折磨造成了他思想的激进，还是他本身性格就有固执偏激的那一面，只是生病这事儿让他把心中的愤怒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呢？这些我们目前都不得而知。也许最接近的一个动机是他自己在 Reddit 读书板块上引用其他网友的一句评论：当其他形式的交流都失败时，暴力是生存的必要手段。就像他的偶像卡钦斯基说的那样，人类与其他生命体都将为此付出代价，永远沦为社会机器上的齿轮。而他可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出了故障的齿轮，在彻底被报废之前，要跳起来把那个操作机器的人给崩死。多说一句尽管路易吉的律师坚持认为警方并没有直接证据将他定性为谋杀汤普森的嫌疑犯，但是纽约警方依然对他提出了2级谋杀的指控。当然了，有关此案的具体动机，也许只有在之后的调查和庭审中才会被公布，或者律师会以他精神有问题为由进行辩护，那么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得到答案了。最后我们想花一点点时间来分享一个有关医疗费用的小故事。大家都知道我们 M2 档案的主笔莫艾勒是一位护士，这个故事呢是他10多年前刚从学校毕业，在一个小城的综合医院当实习护士的时候发生的。他发现医院会时不时的过来一对华裔夫妻，他们有时候会在病房里头帮忙换床单、发放餐点，有时候呢会在医院大厅帮那些前来看病的人找到不同的科室，有时候还会干一些停车场指挥交通的活。他们对这个医院简直是了如指掌，跟各级医护更是熟得不能再熟。有人开玩笑说，在这个医院找人用大喇叭喊的效果可能都没有找他们来得快。夫妇俩呢头发花白，都已不再年轻。
在这个华人本来就很少的小城显得非常与众不同。他们没有医院制服，也不是医院的员工，问起来总是谦虚的一笑，说是过来做义工的志愿者。但是他们明显不是普通志愿者那么简单。后来慢慢熟悉了那位太太讲述了他们的故事。20多年前，他们是一对从中国来加拿大的新移民，太太怀孕，先生又在工厂打工，于是就给婆婆办理了探亲签证过来照顾。那个时候的探亲签证还不需要购买健康保险，而老太太一向身子骨硬朗，所以兜里钱也不多的夫妻俩就合计着能省则省吧。结果谁知到了加拿大的第3天，老太太就突发心梗，送到医院进行了紧急手术，还在 ICU 住了半个月。这期间呢，老太太只清醒了一次，对守在旁边的儿子说了一句话，说怎么办啊，我没有保险，然后又昏迷了过去，直到去世。而之后呢，医院给出的账单自然是夫妻俩想都不敢想的天价呀。当时就有人劝他们说，你们赶紧跑回中国吧，加拿大的医院又不能跨国追债，这笔账就烂掉算了。说的多了，夫妇2人也有那么点心动，毕竟这笔钱实在是太可怕了，不管是谁都根本别想翻身。可是就在他们准备收拾东西回国的时候呢，妻子腹中的胎儿发动早产，小城里头就那一家医院，于是只能把人往里送。虽说太太有全民医保太阳卡护体，生产费能全免，但是夫妻俩还是有点忐忑，毕竟欠人家那么多钱呢。结果医生护士是一视同仁，孩子平安降生不说，产妇也被照顾得非常妥帖。这事儿让夫妻俩非常感动，觉得不能恩将仇报一走了之于是鼓起勇气写了一封长信，对医院说自己现在经济上的确有困难，能不能申请减免一些，剩下的呢一点点还，哪怕是要还一辈子呢，也绝对不会赖账。结果医院研究了好几个月，答复他们说，你们可以通过来我们医院当志愿者当义工来抵债。其实他们也知道，那笔天价的医疗费可能做几辈子的义工都还不清这只是医院象征性的做法而已，跟减免全部费用呢其实也差不多。不过他们还是非常认真的在医院当起了义工，什么活都干，哪儿需要往哪儿搬。一开始呢，医院还给他们打个卡什么的，但是1年多以后就免了这道工序，反正都说是象征性的，让他们来做义工，全凭自愿，想来就来，不来就算了。结果夫妻俩却一直坚持了下来，觉得只要医院没说不让他们来，他们就要信守承诺。期间也因为老公找到了新工作，老婆2度怀孕，回国什么的中断过一段时间。但是忙完了这些事儿之后呢，他们俩就又回到医院来帮忙。这么一做就是20多年。孩子大了点以后呢，带着一起来，有活干活，没活就陪着病人聊聊天什么的。别人家的孩子课外班夏令营，他们家的孩子就跟着父母在医院做义工。这样的耳濡目染，让他家当时出生在这个医院那个大儿子从小就立志要学医。他申请医学院的时候，医院里从院长到医生到护士长争着抢着给他写推荐信，最后果然是顺利考上。在摩艾勒认识这对夫妇的时候呢，他们的儿子正在另一家医院当实习医生，圆了儿时的梦。这家人也许当年面临的是地狱开局，但是却用勇气和坚持，最终收获了美好的结局。我们 M2 档案的全体成员也希望能用这么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在新的一年带来勇气和温暖，祝所有人都能心想事成，也希望我们能继续在新的一年里陪伴大家。感谢收看，咱们下期再见。